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eal Time Mandarin。这里是一个通过中国新闻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和趋势的语言学习频道。每周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个新闻，并带你学习5个好用自然的表达，帮助你像母语者一样讨论各种话题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可以下载这5个词的 flashcard， 也可以获得和这个新闻相关的所有24个词的 flashcard。这些词可都很地道哟。本周我们聊的是中国的 AI 豆包开始收费了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豆包就是字节跳动的大语言模型，它长这样。前一段时间他还去参加了北京的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，当然了，应该就是去玩一下，毕竟他们也不是做机器人的。豆包呢，目前在中国的月活用户有3亿多，覆盖了各个年龄段。比如我妈，天天有各种问题就会打开豆包问一问，豆包这个怎么啦？豆包那个怎么办？我没当上我妈的全职女儿，豆包快要当上我妈的全职女儿了。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的《三国演义》里有一句话，是孙策对孙权说的。三国我们以前在讲词汇的时候也提到过，中国的这些历史什么的，我会一点一点给大家讲哈。那三国有3个国家，魏国、蜀国和吴国。这个孙权呢，就是吴国的国王。可是他当国王的时候，他还很小，原本这个国王是他的哥哥。那孙权的哥哥在去世之前就跟他弟弟说，哎呀，你呀以后要治理这个国家了，但是你还很小，那很多事情呢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告诉你啊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这里的张昭和周瑜就是他们国家2个很厉害的大臣。那意思就是国家内部有什么事儿你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就去问问张昭。那外交的事情、打仗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就去问问周瑜。为什么说到这儿呢？这就让我觉得现在不用了，谁都不用问了，咱们就是事事不决问豆包。任何事情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问豆包。所以说豆包也算是一个国民级应用了。然而就在5月初，豆包突然宣布要推出付费版。你一听可能会觉得付费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用的这些 AI、GPT、Claude 他们都有付费版呀，怎么到豆包这儿就这么大反应呢？其实大概有2点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所有的 AI 模型都是免费使用的，甚至有的还给了很多补贴。比如以前我们讲过阿里巴巴的千问，就给大家发了很多红包。第二呢，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对这些互联网产品呀、内容产品呀，付费意愿就不高，就是不爱付费，没养成这个消费习惯。这也导致大部分的平台他们也不会向消费者直接收费，而是通过插广告呀或者带货这种方式盈利。那这次豆包直接向消费者收费，可以说是挑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，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。另一方面呢，豆包模型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虽然真的很有钱，财大气粗的，但是也经不起这么烧啊。光去年投资 AI 就花了1500亿人民币，现在免费使用每个月烧的 token 也是很多钱的。这么烧下去，股东也很难受啊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收费不一定是坏事，不能一棒子打死。起码收费会筛选掉一些不那么需要 AI 的用户，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能源嘛。毕竟每一次向 AI 提问消耗的都是我们大自然的能源。
好的，如果我们要讨论豆包付费这个话题，以下5个词你一定用得到。你也可以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载获得这5个词的 flashcard， 或者获得关于这个新闻全部24个词的 flashcard。1. 造血，原本是指身体制造血液。那你听血这个字，它可以读血，也可以读血。一般来说呢，血是书面的正式的，口语我们都读血，所以这里我们说造血。但如果你去查的话，很多词典可能会给你造血这个读音，可是日常大家就说血。那造血嘛，我们都有这个功能的。那用在商业场景中，就是说企业可以自己创造收入，实现盈利，不用一直靠投融资或者一直烧钱了。比如我们说豆包一直在烧钱，什么时候可以自己造血？或者创业前期可以亏钱，但长期看公司一定要有造血能力。2. 财大气粗，财大就是钱很多，气粗就是说话很有底气。也就是说，我很有钱的时候啊，我坐在这里说话都更有底气。也可以说，因为有钱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更大胆。比如，为什么阿里巴巴、字节跳动能烧那么多钱去投资 AI， 就是因为财大气粗呀。那现在 AI 界最财大气粗的应该是黄仁勋吧？这个词呢，可以是夸人，就是说这个人爽快有钱，合作起来很顺利。但通常来说有一点贬义的意思，就是说一个人很嚣张不太看得起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情。这个要看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和场景。比如阿里巴巴发30亿红包请大家喝奶茶，真是财大气粗。贬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财大气粗但什么都不懂的。3. 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字面意思就是羊毛是从羊身上来的肯定但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，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免费的，但实际上用的也是使用者自己的钱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商场的会员你每年在这个商场花很多钱，新年或者其他节日的时候，商场会给你一些礼物或者折扣。那这些礼物看起来是免费的，可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你花的这些钱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比如，如果豆包一直免费使用，那它可能就会插广告，我们就会看广告。所以其实付费的还是我们，这个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很多营销都是看起来很吸引人，实际上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4.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好事情，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是有代价的。常常用来劝别人不要占便宜，也不要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美好很简单。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成年人都会慢慢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或者他送了我一部新手机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猜他有事情要求我。5. 一棒子打死，这是个俗语棒子就是棒子，字面意思就是用这个棒子把人打死了，但实际上是形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有一部分不好，或者出了一点错误，我们就把所有的都否定了。一般是用来劝人看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极端。比如这个项目没做好，不能说明他能力不行，不要一棒子打死。或者豆包收费也不一定是坏事，不要一棒子打死。再或者不能因为一次失误就把团队一棒子打死。好的，那关于豆包收费这个话题，我们用今天学的5个词总结起来可以说：
虽然字节跳动财大气粗，但也不能一直这么烧钱。豆包现在想要自己造血了。作为消费者，我们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如果一直免费，也可能会插广告什么的。总之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不过大家也不要因为收费就一棒子打死豆包，还要看看它之后的表现怎么样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喜欢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到 realtimemandarin.com 上发现更多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。我是 Snow， 我们下周见。